小女孩过生日，母亲却给她买了个棺材蛋糕，父亲还送了件寿衣当礼物。他们都希望女儿早日归西。女孩非但不生气，还很高兴地吹灭蜡烛，许愿说最好活不过明天。这家人之所以这么奇葩，是因为整个小镇的人都想自杀，老头上吊，年轻人喝药，身家上亿的排着队往楼下跳，就连这里的鸽子都不想活着。于是，在这种自杀需求超高的环境下，一家自杀专卖店赚得盆满钵满。当然，这里的求死工具也应有尽有，比如常见的上吊绳、坐上必死的高压电椅、300多种口味的毒药、老式断头台、武士切腹刀等等。更亲民的是，如果你没钱买这些，老板娘就会送你一个塑料袋，外加一节胶带，并且保证售后服务到亲眼看着你咽气为止。就是因为这极好的态度，小店从来没差评，更没有回头客。当然，他们最缺的也不是顾客，因为小镇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想死可以，但你不能碍事。比如你想找辆车被撞死，不好意思，死之后你的家人将面临高额罚款，高到他们一辈子都还不清。所以小店的生意才会如此火爆。可本以为会一直这么经营下去时，老板娘的小儿子出生了。他与所有人都不同，生来就十分爱笑，特别讨人喜欢，导致很多来店里的客人都被他的笑声治愈，瞬间就不想死了。因此小店的生意一落千丈。老板想要把他的笑脸拉成哭脸，但男孩以为爸爸是在逗他，笑得更大声了。就这样笑着笑着，阿伦渐渐长大了，每天在店里活蹦乱跳，和店里的氛围格格不入。他还会笑着对顾客说你好、再见，这可犯了行业大忌。父母连忙捂住他的嘴，教给他要说永别，因为他们不会再回来了。可这些都没能影响阿伦的乐观态度，他还画了一张快乐的全家福，把颓废的姐姐画得很漂亮。妈妈看到后直接将其撕碎，然后拿起哥哥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画，告诉他这才是应该学的。阿伦对此不以为意，他还是会在晚上跟爸爸妈妈说晚安，还会深夜偷偷把店里的自杀产品弄坏，救下了无数个想要自杀的客人。虽然这样会影响店里的口碑，但这也给了他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这天早上，哥哥姐姐向母亲抱怨，为什么他们不能自杀？母亲的回答很简单，我们要继承店铺，如果我们也自杀，就没有人来为大家解脱了。其实父母也一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对于贩卖死亡，他们一直非常愧疚。可这是几代人辛苦经营的100年老店，不能让它在自己手上断了。阿伦听完母亲的话，渐渐变得沮丧起来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想死，活着难道不好吗？此时的他想要改变点什么，于是在姐姐生日这天，家人都送给他关于死亡的礼物，唯独阿伦送给他一条粉色丝巾，还有一张很欢乐的 CD。姐姐以为丝巾是勒脖子用的，但阿伦却温柔地帮她系上。这一刻，姐姐的脸上浮现出从未见过的笑容。到了晚上，姐姐跟随 CD 的音乐，拿着丝巾开始翩翩起舞，终于找到了生活的乐趣。与此同时，在外面看着这一幕的阿伦也从中受到鼓舞。他想到了一个让全小镇不再压抑的方法。他先是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，然后跟大人借了一辆汽车，齐心协力将车推到自杀店门口，插上欢乐的 CD， 音量调到最大声，然后躲到一边，用遥控打开音响，瞬间地动山摇。自杀产品从货架上跌落，就连顾客也跟着蹦起了迪。欢乐的音乐让所有人感到放松。姐姐也在这种氛围下遇到了一见钟情的男人。母亲出来寻找罪魁祸首，等抢走钥匙关闭音乐后，店里早就一片狼藉。愤怒之余，看到女儿找到了真爱，笑容不自觉地浮现在了脸上。一家人难得抱在了一起，但温馨了没几秒就被打破。从外面回来的父亲看着空荡荡的小店，气得火冒三丈，提着砍刀就要杀了阿伦这个逆子。阿伦一路跑一路解释，但父亲只顾着咒骂，一句话也听不进去。最后追到了天台，阿伦看着父亲说道，我从没见你发自内心的笑过，如果我从这儿跳下去能够平息你怒火的话，你能够原谅我吗？说完不等回答，直接往后一仰，全家人都吓坏了。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，他根本不想失去这个小儿子。母亲也开始指责他是个杀人犯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阿伦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楼顶，原来这都是他的计划。小伙伴们早已在楼下准备了蹦床，看着他搞怪耍宝的表情，严肃颓废的父亲终于笑了。一家人紧紧相拥在了一起。从这之后，他们不再做死人的生意，把自杀专卖店改成了可丽饼店，生意比以前还要好。小镇的人们也都被店铺的氛围所感染，重拾了生活的信心，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许会被各种各样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请千万别放弃。你要相信，熬过了泥泞深夜，终会迎来美好清晨。虽是鸡汤，但喝一喝也能大补。